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立委李胜峰，立生好，各位大家好，还有我们的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大家好，我是何谦。好，我们来看到高市早苗的最新说法他之前针对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是不断的来增加自己的说法。继旧金山合约被中国不买账之后呢，现在他又抛出了这个中日共同声明，结果怎么样呢？女优弹琴，也就是陆方那边又说日本是在玩小动作。好，他怎么说呢？他说高市早苗知道自己理亏说错了，但是主动撤回错误言论，他肯定心有不甘，于是呢就采取了某种迂回的策略。而现在高市早苗这一番话闹得沸沸扬扬，他的背后的这个麻生太郎还是力挺呢。他说让中国说几句就好了。好，麻生太郎怎么说呢？他说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并无任何问题，只是将以往政府的立场具体说明而已，没有什么不好。这样的态度令人非常的欣慰哇！但是呢，其他日本国内的人都不这么想尤其是石破茂，他怎么说呢？他说有些话说出来会被指责混蛋，你怎么背后放冷箭？谁都不想受到这样的指责，所以大家都闭嘴。但是他不闭嘴，他说还记得那个时候闭嘴是日本的结局吗？说呢，时任日本众议员齐藤龙夫1940年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反对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但因此被除名了。后续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好，除了石破茂之外呢，还有这个日本的前外务省官员也说高市的发言破坏了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那早稻田大学的客座教授也说高市的涉台言论是极其危险的，明显违反了日本宪法第9条，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好，不止日本国内中国当然是骂得很大声啦。这个央媒呢也发布了一个 AI 动画，我们来听一下。我都是要搞事情。高市亮亮，你啷个那个呀？消停点嘛！再能够无宣宣的叫，和对面的街坊邻居些都要被你闹麻了。打坐都打不清静，喝水都喝不安逸，你说够不够人嘛？你脑壳有包嗦。好，现在大陆真的是每天都在骂高市啦，但是说到这个日本，真的有想要军事扩张吗？我们来看到说日本与多国的国防是密切的在互动，去推销武器去年5家的日本的军火商总收入就成长了40%，像是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等的。好，日本军火企业销售额是大幅的成长，就反映出日本武器出口政策松绑呢，正是呈现了这个渐进式的突破。那现在呢，日本也被报说向全领域来展开作战。在军事方面呢，日本已经在2025年3月成立了统合作战司令部，实现了陆海空自卫队与太空、网络、电磁战力的统一指挥，并且透过大规模联合演习来检验跨域协同能力。那另外呢，日本刚刚说到了加速太空军事化，计划在2020年将航空自卫队编整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且将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寻求与美军太空联军合作。那俄罗斯的这个媒体也报道说，近年来日本是重金去购买美制 F-35战机，对美反销爱国者飞弹，组成专门的电子战部队，这个升级宙斯盾驱逐舰哇，那中国当然也是不甘示弱了，你这么的明显。那中国呢？解放军又来秀肌肉了。好，他甚至这个央视发布了一则题为《8艘大平板铲除一切独苗》的短片。好，内容就带到了呢，中国目前有8台的航空母舰，还有2栖攻击舰的画面。好，另外呢，网易号呢也将中国与日本飞行甲板的战舰来做对比就称中国呢是全面碾压了日本2艘日向级和2艘出云级的这个军事力量。好，另外来看到说高市早苗呢，其实现在也盯上了中亚5国吗？好，日本中亚5国看作是中俄之间欧亚大陆的腹地打入一个日本的一个
借着人文交流的幌子来拉近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其实他图谋的呢，就是中亚五国丰富的能源和资源。但是中亚五国是内陆国家如果日本想要得到这个能源呢，要运出去都得要经过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所以想要去分化中亚五国跟中俄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啦。另外呢，美媒也警告了，说日本会把美国给拖下海耶。美媒国家利益就直言了，说小盟友挑起的冲突，从古至今都是终结超级大国的毒药明面上呢，日本是在挑衅中国，实质上呢是准备把美国推到战争的第一线。哇，这样看起来，难道现在高市已经成为了一个印太当中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我觉得那个麻生太郎本来就是高市早苗背后的常进人他就是把他的53票都给高市嘛，所以他是造王者麻生本来的计谋就包括2个部分第一个，他就是赌了日本内部的反中的民调会集中到高市身上，那这一点是成功的高市的民调现在是75所以如果再撑几个月，搞不好还可以解散国会改选民调其次还会增加，因为自民党的民调增加5%，目前是41%。这个是近年来自民党最高的民调，也是日本首相最高的民调，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讲，它是成功的那你不要以为那个经贸反制有用因为日本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你那个太小了啦，就你那个水产旅游有什么用？所以一般老百姓还没有感觉那除非进入了第2阶段。就是中国大陆当然不满嘛，因为高市早苗并没有真的撤回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言论所以冲突矛盾还在上升所以这就回到那个美国的杂志看到的 national interest， 这个是典型的尾巴咬狗嘛，事实上也是故意的。我跟你讲，麻生也在想这个，他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最好来打，那日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要求军事化，变成正常国家，那前提当然是美国被卷进来。如果美国没有被卷进来，他就完了。那这下中国就把它打扁了。可是他就这样赌，我跟你讲，吉右翼就在赌啦，因为吉右翼在日本最近的扩张，大概就最近10年的事嘛。那他们始终找不到一个真的敢赌的首相，结果现在终于找到了，就是高市早苗因为坦白说，以前石破茂也是右翼岸田文雄也是中间偏右，可是他们都维持一定的谨慎就这个高市早苗真的就赌出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紧张的态势还在拉升。那中国大陆钓鱼岛目前可能是海警把它包围嘛，会不会有进一步？比如说日本如果在琉球诸岛来装飞弹，那中国大陆会不会围这个就是你就看下去吧那比如说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这么近，那中国大陆要不要做动作那要不要结合俄罗斯，距离日本近一点联合军演可是我跟你讲你只要是军演，那就好像这个央视发表的那个什么8艘大平板这种东西其实都不叫，这个都是文攻而已啦。我认为文攻没什么用现在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啦。接下来就是你要拿出更有力量的筹码，那你可以看到嘛，高市早苗就跟挤牙膏一样你压力再大一点，我再挤一点这样。再说一点。目前给人家感觉是这样可是你叫我回到原点，撤回言论，不要，做不到。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有历史的前见上次那个不是说要钓鱼岛国有化，结果后来野田佳彦换成安倍，安倍也没有把那个撤回。安倍做了什么？安倍是叫石原慎太郎，你不要搞啦。可是国有化他没有退那个时候是怎么解除危机的？日本后来派国安大臣去北京，
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个未来行动的 memo 备忘录啊，所以中国大陆就说钓鱼岛我要常来，可是呢，双方有个默契，说中国你不要进领海啦，啊，可是你就不要进了，你来没有关系啦。那中国大陆对外就说中日实质共管，可是日本说还是我的，因为中国没有进领海，你知道吧？就是啊，可是那个矛盾就没有再上升。当年是这样解决的。那是2012爆发，到2014才解决。所以这个事件才刚开始而已啊。我认为高市不会退啦。啊，可是毕竟中国现在2025比2014要强大太多了啦。所以中国大陆应该会用军事筹码，那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赖清德你最好不要讲话了。你如果再讲话，搞不好围台演习他妈骚扰台湾来了。要小心啊。其实现在美媒都在警告美国了，结果我们台湾竟然还这么努力的、这么积极的去参与吗？我们请教盛峰委员。所以赖清德不要随便吃寿司，吃多了会拉肚子，我不骗你。别吃太深的因为昨天高市早苗已经让你小拉一下了。现在我们来看这些问题，几个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到日本现在为止，真的像分量的人站起来对高市早苗说 no 的，只有石破茂，对，没有第二个，其他那个都名不经传，力道不够啊。但石破茂的这个讲法，在日本呢是引起了蛮大的有识之士的思考，因为二战之前没有人敢对进步说 no， 没有人敢对进步说不可以，没有人敢说怎么样，结果日本的悲惨命运今天石破茂就是以这样的例子在对日本来做一个警告。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呢，以这个高市的这样的一个讲法，这搞事这样再搞下去那我想呢，他现在的回应是态度不干脆，表述不干净。那你说好，我就依照这个什么这个中日之间的当时的建交联合公报，然后他又由别人把整段话讲完，然后他来表示说，我理解跟尊重。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效果的。法律上在法院里面说阿亮讲话，你要说我跟他的讲法一样，法官一定说，那你再把他的讲法再讲一次。中国也要你再讲一次。这样子才能列为笔录否则是他说的那不是我的。OK， 所以这个我为什么把它讲说这个表述呢？这个态度不干脆，另外表示不干净，请高市不要忘了，即使刚刚的那一段话他重讲了一次，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那这样的话，台湾是属于中国内部的问题。那我就要请问，台湾有事，为什么跟日本的危急存亡呢？所以他不能回答。你了解了没有？他现在业内我不骗你跟你假死你那现在呢，很抱歉，钓鱼台今天上午已经演出一段了，昨天晚上已经演出了。那今天画面都已经出来了。什么事情呢？就是日本一艘渔船跟一艘只有是公务的，这就是巡逻艇，保安厅的巡逻艇就靠近了。中国大陆就4艘的海警船，其中有2艘是万吨级的，就把它用水炮硬是把它给逼走了。不但水炮逼走，而且把炮衣掀掉，同时火控雷达打开，就表示一副你来，我现在是赶你赶走，再进来我就是要开炮了。因为在海军的做法里，火控雷达锁定的时候那态度是很严肃的。那这个事情呢，日本也报道了，日本的报道跟菲律宾一样，这中国已经被驱离了。这是日本什么时候变成菲律宾的水准呢？因为有没有被驱离，画面是很清楚的，卫星是跑不掉的。因为自从有事以来，中国的海警船一直进到了钓鱼台以来，日本的保安厅是不敢动作的，我只能远远的看，因为一有动作就变成一个问题，就像这样子会解决的。那一解决，假如你撤退了，你对日本的国民怎么交代呢？所以最好的话是再远远的看，但事实上现在已经发生了。发生了之后，
那么中国大陆是把严禁讲出，然后日本呢菲律宾话的讲这个海警船是被他们改走了，有没有改呢？我们不知道。最后我要提日本呢，在军事上不要再花时间了，那对你是没有什么好处。脱亚入欧是当年你列为希望预言的条件，但是当中国兴起、亚洲兴起的时候，可能你要重新思考和欧入亚，然后呢，作为东方王道干城之一啊，你才会在亚洲有地位，否则中俄两国会让你过得不太愉快。好，贺建哥怎么看？是这个大陆经过一天的研究啊，刚刚在下午已经由大陆的外交部对于这个高市昨天在国会的这个便宜形式的讨价波的这个做法做出了一个严肃的回应。他说，高市的做法是敷衍塞责，那大陆是绝对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取巧的这样的做法。那高市昨天他这个取巧的地方取巧在哪儿呢？就是说他只是援引了1972年说我的立场跟1972年的中日的这个联合声明是一样的，但是他中日联合声明内容到底是什么？他其实回避的。这内容其实一方面就是大家刚谈到了日本政府要充分理解跟尊重中国大陆政府对这个台湾这个领土问题的立场。另外还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说当时的1972年的这个联合声明就说，日本要按照降服文书，就二战结束之后日本的降服文书所述，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立场。那波茨坦公告第8条究竟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所以从中国大陆的立场，甚至其实是从两岸的立场，原则上在赖清德之前的两岸立场都是这样，就台湾的战后的这个主权问题，这个领土的归属问题，已经随着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跟降服文书，在1945年台湾光复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那应该是断然轮不到1951年由一个两岸的当局都没有派员，也没有被受邀参加的这个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跟旧金山合约来决定。那特别是从大陆的立场，大陆这几年一直在强调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那岂有一个战败国来议论战胜国的领土怎么去处理的这个道理？那所以我想，这个高市啊，这个从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到他前一阵子去讲到这个旧金山合约，日本没有办法对台湾的这个立场、法律归属来做认定的这样一系列两重错误加成啊，就让大陆更加的认为说，那这个事情不能轻轻就这么放下。那特别是加上麻生昨天啊，在高市早，我觉得他们两个当然是套好招的。就高市早苗一方面在国会援引这个1972年的联合声明，试图把他这个东西低调的偷渡过去，同时麻生在外面这个有点呛虾，或有一点帮高市来壮胆，就是说，我们说的我们没有让步啊，我们就是把既有的立场讲一遍啊，很好啊，骂就骂，没得干。那这个其实就很像武侠小说里面，就是说有一些人边打边退，他在退或者在迂回的时候，他还要多打几招，或者说他姿态稍微蹲低，但是突然又抓起地上一把沙子往对方的这个眼里撒过去，或者是忽然飞踢一脚。那我想这个就是这个麻生的一个战术的动作啊。那当然一方面，我觉得麻生是要去保，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他是高市内阁的这个引武者跟造后者。如果高市很快的垮掉，那大家就会认为说，那是麻生你当时押宝押错或选错人了。但是同时啊，这个我觉得高市也是对中国大陆下了一个套。如果麻生因为说了这句话，让大陆不愿意轻易的放过的话，那么日本也就可以就着中日紧张的情绪，继续推动它一系列的这个右翼跟强军扩武的政策。好了，除了这个军事扩张的方面来看到日本的经济，现在高市在搞什么啊？日本的央行呢可能要升息了，但是高市是想要大撒币的，结果这造成什么呢？哇，日债可能要来失控了吗？我们来看到日本的10年债殖利率呢是创下了07年来的新高，而且呢这个30年债的殖利率呢也是持续了创下了历史新高。好，我们来看到啊，现在呢这个殖利率疯狂的狂飙，专家就很忧心了，说呢长端利率的失控式上涨啊，不只会撼动日本市场，更恐怕会在全球的金融圈内引爆一个危险风暴。好，不只是这个日本的财政政策有问题啊，现在跟中日之间的关系呢，也引发了日本学者的担忧。这个日本的经济学家说呢，来自中国的游客减少或不来，就足以让日本的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甚至是教育产
产业，尤其是大学破产，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亡危机事态。而日本的官房长官的是说呢，正在密切的关注包括长期利率的市场动向。好，除了你经济之外呢，还有这个跟美国的关税也还没有处理完呐。来看到现在日本共同社3日独家报道呢，说包括了丰田、通商、住友、化学等9间日本企业，现在要向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来提起诉讼了，要求美国政府返还他们所支付的高额对等关税。好，现在日本想要重经济，但是不止日本，法国也是吗？现在呢，法国总统马克宏啊，已经抵达北京来进行国事访问了。好，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呢，法国明年轮值 G7 主席国，那马克宏也有意邀请习近平去出席明年的 G7 峰会。那么日本官员透露呢，日方已经向法方表达关切了。而至于这两方的会谈呐，王毅也特别在这个外长会议上面主动提到了高市的言论，说呢，日本现职领袖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危害了日方。那么中法同为2战胜利国，应该要共同维护用鲜血换来的2战胜利成果。那么法国的外长也说了，说马克宏是高度重视对华关系的，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很明显呢，中方就是在给态度嘛，说你想要谈经贸的话，那你就先别踩这个政治红线。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中法元首会谈谈得怎么样呢？好，现在这个习近平呢也呼吁啊，在核心利益上面呢，必须要相互支持。那么马克宏就说了，他们是奉行一中的。好，马克宏表示呢，这个法中保持着密切的高层交往，始终互相信任、互相尊重。那么法方重视对陆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好，愿持续深化法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好，说到这个一中政策啊，当然还是因为他们想要救经济嘛。因此呢，马克宏这一行啊，也带了非常多的这个法国企业来。我们来看到啊，王毅也亲自到机场迎接。那这是80人豪华访团啊，携带了35位跨国企业高管来随行啊。马克宏跟妻子部下专机的时候呢，王毅是亲自来接机的，好，显示非常的重视。那么马克宏随行的代表团就超过了80人，那其中有很多的部长，还有35名的跨国企业高管，好，凸显了法国对此高度重视。那这些人呢，法企中包含了空中巴士啊，还有法国最大的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还有工业巨头以及列车制造商等等的。好，此行的重要的目的啊，当然就是说服北京加大对法国的投资，希望借鉴中国的先进技术，帮助法国工业能够迎头赶上。好，除此之外呢，这个也有可能会涉及猫熊外交。好，这是马克宏第4次访陆了。学者节剖析了3大问题，是有可能会进行这个猫熊外交。那现在啊，马克宏成为这个西方访华的第一棒。大陆的学者就分析了，说呢，从2024年12月到2025年的4月，英、德、美等西方大国领导人陆续访华。那么马克宏作为首访者行动代表法国、欧洲乃至整个 G7， 是在为西方阵营来探路。好，这种争先恐后的访华潮证明了，说当前呢，国际政局啊，在这个经贸还有这个外交上面呢，都离不开中国参与。在此态势之下呢，中国啊，在后续外交博弈中呢，占据了一个更主动的地位。好，相较而言呐，这个时候日本呢，去选择跟中国来进行这个对抗，是不是比较一个不明智的做法呢？我们请教亮哥。对，因为日本的债务啊，已经占 GDP 现在是235%哦。是所有先进国家最高的，比美国还高，只有235吗？234%。那他运气好，是大部分都内债。对，自己买，自己花自己买。就是日本人只要有信心就好啊。那可是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了，就是它的殖利率暴涨，那目前大概已经确定离开负利率了啦。那离开负利率会有一个结果啦，就是因为本来都是日本是负利率或零利率，所以人家就跑去买美国的东西嘛，这里就有套利的空间了。那你现在你的跟美国那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有些人就会把美股给结算回来投资日本啊。
所以小心会有一波美股的修正。因为日本寿险公司在美股有很大的布局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布局啊。那如果说这个套利空间已经没了，我当然就回家啦啊。以前套利空间存在嘛，因为日本的利息是0啊，所以他当然要放美国啊，这是第一个啦。可是大家也不看好你这个，即便有一些日币要回来，就是外币回来买日币了，因为现在日币是156啊，你如果要买也差不多了，就是因为它的经济真的不好了，就是安倍的第3支箭始终不成功嘛，就是货币贬值之后，然后财政支出扩张，第3个叫做增加企业的竞争力，可是第3个始终没有成功啊，现在也是一样，也是不成功啊，所以这个时候他跟中国大陆这样搞，坦白讲是雪上加霜啦，因为经团联已经去访问北京了，那经团联当然就是说我们愿意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吧，那北京就给他说，你们应该回去告诉高市早苗，所以我认为高市那个野田佳映被询的修正，是因为经团联给他压力了，可是还是不够啊。我跟你讲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是远远大于中国在日本的投资啦，差太多了。你去想优衣库，Uniqlo 有多少家还有高岛屋啦、伊势丹啦、三越百货啦那还有资生堂一大堆啦 ，TTK 啦，太多了 ，Murata 电机太多了啦。那你说这样下去，真的不会影响到中国民众的购买？我认为会。所以他们坦白说，他们过去真的是用日本的中国市场的营收来支撑他企业的成长嘛。那这一块他们会怕，如果中国市场的营收没有这样的一个支撑，那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可是这个不是立即的啦，所以我才跟你讲说，高市早苗就是很麻烦他就给你这样撑着可是各种迹象，目前对高市其实不太妙啦。因为第3季日本经济成长是负1.8%，那目前这个状况，就是你日本怎么办？你要升息吗？让那个更多的人回来买日币，那钱要去哪里因为他可能可以投资美股可是日股可能找不到好标的我不知道他们钱要怎么弄那法国是这样我觉得美国川普自从搞对等关税之后，欧洲人当然会觉得美国是一个不稳定的伙伴嘛，所以就想要找一个稳定的，相对来对冲一下。那稳定当然是中国大陆可是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啦，中国大陆也会想说2019年我们中欧投资协定就签了到现在都没过，所以欧洲你们这些国家就是嘴巴很会说啦，到了落实行动的时候很难一致嘛，那只能够各国做各国的啦。马克龙类似的场景2年前就出现过了，当时也是期待很高可是马克龙回去在干嘛？他们讲这2年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国无奈的地方啦。可是还是欢迎他来就是这样。好，顺风委员，没有吧？现在法国这几个大国的政权都在岌岌可危之中哪一个是稳定的？通通是不稳定，通通是少数执政那这也没办法。我们呢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想一想，曾几何时，曾经是欧洲先进国家制造先进国，那法国是很厉害的，法国什么都会从卫星到火到精武到火车到什么，他什么都能做，而且做的水准都还不差。曾几何时，这样的法国现在会说，希望呢北京加大对法国的投资，希望借鉴中国的先进技术，帮助法国的工业迎头赶上。这什么时候这种话
会由欧洲的大国来向中国付出。所以我常常讲，说台湾的朋友要看清时事啊，不要再让民进党那些鬼扯话骗你。中国大陆不行啦，很行，就是寿司不要乱吃，身体比较健康一点啦。那其次呢，讲法国对中国大陆在外交上有特别的意义啊，那就是原子弹试爆成功了之后啊，法国是第一个西方的先进国家里面，除了英国啊，因为地缘的关系啊，是来对中国来开始建交的。那这一来以后，中法两国的关系是比较特别。那好了，那我们来看看，究竟马克龙这一次来会能有什么样的成果？那不妨我们来看一下，03年就上一次他来的时候，2023年4月份他来访问中国大陆，那个习近平给他很高规格的接待啊，尤其在广州的那一场接待啊，那真的是这个天使级的接待，又是庭宴，又是古琴，有没有？又是中国的红酒，哎呀，那是给足了面子啊。那法国呢？马克龙在回去的上面，我特别去把它找出来。那个时候他在 Politico 跟法国记者的采访的时候，他有几个重大的回应啊。我们现在来把它对比一下，这1年多下来，这个回应会改变有多少？他整个的回应的中心点就是战略柱子，欧洲战略柱子分下面4个，简单的讲，第一个，对美国的关系不要再做美国的追随者，在台湾的问题，我们要采取不选边站的策略，这中美对抗不要选边。那经济跟安全上呢，就要离开呢这个美元的治外法权，走出自己国防的一个自主能力。风险警示最重要，中美要和解，中美不和解会逼使得欧洲变成了美国的附庸，所以和解是有利的。而今天中美的和解正是欧洲所来期待的。好，何清老师。是，其实马克龙啊，一直是他当了总统已经8年了，还有2年的任期，法国总统一任是5年啊。那他一直是这个所谓欧洲战略自主这个概念的一个旗手。那特别是在2021年呢，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下台之后啊，这个大陆就把原本对欧的这个整个总的方向盘从德国移到了巴黎，具体就移到了马克龙手上，希望马克龙尽量去统领或者是引领整个欧洲各国的，包括整个泛欧盟的对华的关系。但是很不幸啊，就是说过去3年多来啊，从2022年这个俄乌战争全面爆发以来，那因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就让连带的使中国大陆跟整个欧洲各国，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关系就变得非常的焦灼啊，就是说欧洲大部分国家是不满意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当中保持一个中立的这个姿态。那所以呢，这其实也就连带影响到了欧中之间很多的高层的交流，包括这个中欧之间的已经签订了这个全面投资协定的这个实施。那这一次其实马克龙来其实是在欧洲的主要领导人当中打了一个头炮，在他之后，在明年初，大概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包括德国的现任总理 Merz， 应该都会接续的要去访问中国大陆，为俄乌如果一旦走向停战之后，欧洲的主要经济体怎么样跟中国大陆 re-engage， 怎么样恢复重新的接触，来注入这个动能。那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刚刚世峰委员讲到，法国其实是1964年第一个跟大陆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的国家。那当时戴高乐总统做这个决定，就是要跟美国展现说，我欧洲的战略决策跟你美国不一样，我有我的独立性，我有我的自主的战略抉择。那这次马克龙呢，其实他也一贯就一致主张说，虽然我们是西方国家，但是我们对于非西方体系的交往跟接触要一直保持。包括在俄乌战前，他是最后一个见到普京的西方大国领导人啊。2022年的2月11号，他还在莫斯科跟普京隔了一个非常长的桌子在那边见面，结果斡旋失败。2月22号，这个战争就全面爆发。那现在其实他对中国大陆也是啊，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君子啊，这个和而不同啊，我们可以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可以保持一个和睦的关系。那明天呢，这个今天在北京，这个习跟马克龙已经见了，明天呢，这个习还要跟马克龙一起到成都去。那这其实是大陆对做元首外交一个很独特的待遇啊，就是在中国境内，除了在北京见完之外，我还愿意移地跟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做非正式的会晤。那非正式会晤就有一种很 intimate、很亲密的这种建立个人感情的这个用力了。那明天会不会这个大陆再给
法国一对新的熊猫，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好像会。好像会哦。好，现在中国不仅是各国都想要跟他在这个经济上面有所合作，军事实力也是非常的坚强。来看到现在《解放军日报》啊，又发布了一个新的头版，说呢，哇，之前呢，对方发现呢有对方的飞机在附近上升盘旋。那么呢，它甚至是多次秀出了机身挂载的飞弹，两机最近的时候距离不到100公尺，那这个文章还写到了说，对峙近20分钟之后，哇，解放军顶住压力，好飞抵预定空域，圆满的完成训练任务，又在大秀军事肌肉了。好，除了这个中国军事肌肉非常强大之外呢，美国的海军啊，现在问题也很多。美国军事网站近期就一篇投书表示说，美国应该要尽快为海军列装新式第6代战机，好，否则呢就会有被中国超越的风险。而且啊，这个美国航母在中东空袭中取得了一个显著成果，但是近期的成功演示了一个越发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的型号太老旧了啦。好，甚至文章只说五角大厦不断的推迟 FA-XX 的研发。好，白宫甚至表示，美国的航空工业无法同时生产和空军 F-47和海军新型逆踪战机，他们能力不足啦。那么最近呢，又出事了，美军的这个 F-16呢坠毁在加州，好，6亿元的战机就这样子炸成了一个火球，还好驾驶是逃生了。好，这是美国空军的雷鸟特技飞行队一架 F-16战机，周三在加州的特罗纳机场附近执行训练时坠毁，哇，瞬间就炸成了火球，好险这个飞行员及时弹跳逃生。那另外呢，还传出美军内部最近竟然是在炒股潮哦。这美军内部呢，最近掀起了一个投资风潮，包括了股票加密货币，都成为许多军人的日常交流。那么这股热潮就让部分军连快速累积财富，也引发高杠杆、集中化的投资模式，引发外界对其财务韧性的担忧。好，除了你军人里面竟然在炒名车名表但是这个我们的战争部长他自己问题更大哈。我们回顾这个今年3月的时候战争部长呢，他使用一个这个 Signal 的一个通讯软体，竟然还把这个记者误拉入群的这件事情。那么他是在里面分享了也门叛军对武装组织的一个攻击进化。那现在赫格塞斯呢，还在至少2个不同的 Signal 群组中分享了美军计划的一个细节，而这个群组的成员还包括他的妻子、兄弟跟私人律师。那这件事情就可能会让美军陷入危险了因为五角大厦的独立监察单位就表示说，这个做法呢，非常有可能让美军处于一个危险之中，因为计划全部都被其他人给看光光了。好，另外呢，赫格塞斯他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呢，他在10月中旬的时候呢，他宣布呢，负责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军事行动的一个4星上将要退休，他才上任不到1年就要退休就官员透露说其实是因为呢，那2人不和啦。因为当时这个霍希尔就对于在加勒比海地区打击的合法性抱有疑虑，所以呢，赫格塞斯似乎就因此叫他辞职。那说到现在这个加勒比海委内瑞拉的攻击态势现在这个国会也要来查了哦。因为这个赫格塞斯在周二的那个会议中呢，他改口了，说他没有全程观看轰炸即时影像，对2次轰炸不知情，这跟他之前的说法不一样。而川普也口径一致说，表示全力支持指挥官2次轰炸的决定。现在是把罪责全部都推到这个指挥官身上了吗？好，现在呢，这个五角大厦的新闻秘书也召开记者会，好，强调相关的行动都是由总统川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指挥的，是在赫格塞斯100%同意的状况下才会实施。看来五角大厦也拒绝背锅啦。好，现在美国的军事内部国防内部呢是乱成一团，那么中共真的有可能会超越美军了吗？我们来请教亮哥。美国当然是第一个啦。就是比如说第6代战机，中国大陆突然之间横空出世2款嘛，那美国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如果未来还有稀土管制出口，那当然对美国研发跟生产就会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我们不要讲那么高阶的啦，我们讲光是你的工业的生产能量
其实美国落后更严重的是海军因为它造船能量实在太差了那你现在也不能够外包给韩国、日本去造不行因为它法律有限制那全美国能够制造军舰的船坞竟然只有4个，所以你怎么弄呢？因为造船业都跑光了。那其实空军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歼20，中国大陆1年可以做100架，那 F35是洛克希德马丁，它1年最多做35架，你怎么办？而且歼20是对标 F22，对，22挺它是重型的战斗机所以你说忧不忧虑？当然忧虑可是他不会跟你讲那我们赖清德也不会对我们国民讲因为这个才会导致为什么美国要做战略收缩嘛，因为他的战场不能够同时开嘛这个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啦。那至于海格赛斯上任，因为坦白说他在军中并没有威望啦，所以当然常常会跟人家意见不一嘛，而且他来军中，大家都认为他主要的任务是来对那个多元包容那个政策做纠正嘛，所以一来就是要把很多 LGBTQ 通通都干掉让那个什么军人检测、体力绝对不能有双标之类的啦所以我觉得很多美国的专业的军人其实对他是有意见的啦。其实以美国的军力川普跟海格赛斯都不要管可能会进行的比较顺利越管越糟。因为美国都是打中小国家嘛，俄罗斯他也不敢碰，中国他也不敢碰，你碰个委内瑞拉，然后用你的美国的南部那个司令部就够啦，那个是他占他的海空军10%的军力已经遥遥领先委内瑞拉了其实他根本不用管太多了可是反正就是目前我觉得川普还是一个不喜欢战争的总统打的都是很小的，打委内瑞拉比如说也门炸一炸，委内瑞拉打一打，伊朗炸一炸，就是稍微大的都不碰了，大概是这样我刚刚有找到资料了，那个法国那一只熊猫2012年去法国，本来是要放到2027，结果2023得了肾衰竭，所以送回中国医治，那马克龙这次来是不是可以把它带回去再送新的，叫欢欢圆圆这两个，再送新的，他在法国照顾的不错，所以生了3只小只的三只小只还在法国，圆圆，那就是妈妈离开，妈妈要不要再送回去？这样要团圆了啦，这样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现在美军跟中国的军事角力状况如何呢？我们请教盛峰委员。好，在这以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在美国的传统里是政务官这文官来指挥军队，所以对于跟他的步调不一样的将军撤换，这一点都不算什么，这一点都不是一个问题。那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最后引起争议的，这个我也很少看到，这个五角大厦出来否定白宫这个大概也是很少看到。这里面涉及到未来战争罪与否的一个判定，究竟对委内瑞拉的那个2次的攻击是总统下令，或者是战地指挥官自己下的命令，这是有很大的差别。那现在显然看得出来，现在是战地指挥官并不赞成，然后呢是白宫跟国防部是同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将来这个问题是有的扯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中美之间的经历假如我们把它定格下来比较，美国今天所拥有的经历的质量是还是超过中国大陆的。可是问题，所有的经历比较，它有一个特点，不是指现在的量，要指第一个年轻化以后的问题。现在美国以主力战机 F-18来讲，是1983年的产品，虽然它经过不断的改良，毕竟那还是一个上一代的产品。
F-22呢是2005年的产品，但是已经停产了。停产之后准备要用到2060年。F-35是2006年的产品，那现在他寄望的是 F-35。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在整个的战机上，现在它的为主的歼15、歼16、歼10，那尤其是15、16这2个最重要的战斗机，它的年龄都比美国的年轻，而且呢进化的很多，尤其在电子设备上跟雷达设备上、装置上那是进步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发展出来的海空军的实力是一体化战略，不是我这一架战机有多强，是我整个的一体，从卫星到预警到雷达到火控，这整个是一体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印巴战争的时候啊，刚买的飞机被打下来了的原因呢，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单架的飞机你是比它强的。那同样的一个道理，现在呢，这个歼20也好，歼35也好，现在正在大量的生产中，而且6代战机最起码它已经飞给你看了，应该不止2架，应该有3架，还有1架啊。那不管怎么说，当它已经这样说，美国显然落后了，在机龄上跟这一个呢适应时代上，那更其他的刚才不用讲，这战争决定的能量是在于生产力，这就是2次大战的结论。那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压力是够呛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施特勒出了大麻烦吗？麻烦请教徐老师。是，其实他这个大麻烦已经是第2波了。上一次大家记得半年前他拉了那个群嘛，就是用一个社交软体来指挥战争，那结果他的位置保住了，结果把当时的国安顾问这个 Michael Watts 由他来顶锅，然后把他打发到联合国去当美国大使了。那这一次赫克塞斯能不能 survive 下来呢？我觉得还要看，因为国会已经发起了这个到底他有没有涉及战争罪的这个调查。那事件的起因是这个华盛顿邮报前几天爆出，在9月2号，也就是说美国这一波以扫毒之名，实际上在对委内瑞拉在做这个战略跟军事威慑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扫毒行动当中呢，那赫格塞斯下令要把所有人都杀掉，不留活口。那也就导致了说，有一艘被美国指为是运毒船的船，它第一发导弹下去之后，船上还有2个人幸存，结果美国又发动了第二次的导弹袭击，然后让这2个人也身亡了。那其实这一次从9月到现在啊，美国在整个加勒比海所做的所谓的扫毒行动，已经致使超过80人死亡。但是引起最大争议的就是说，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公布任何关于这些船真的是这个运毒船的具体的证据啊，包括你杀的人是谁，你凭什么不把他们逮捕，然后又送司法调查，而是直接用击杀的方式。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现在在法理上啊，就是特别是在国际法上很站不住脚的这个地方。那特别是 Trump 这次其实没有第一时间很挺赫克塞斯。当华邮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Trump 的回答很值得玩味啊。他说：“我相信他没有下令，但是我要去调查一下。”